嘿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28号，星期四，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。昨天的那个5公里强度真的挺大的，有评论区小伙伴说的对，像昨天那种强度跑完，是对周6的半马肯定有影响的。但是就像那天我说的，就认真对待每一场吧，下一场再说下一场。今天轻松跑，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。现在身体什么感觉呢？是没有疼痛的，就是疲劳和累。今天调整一下，明天休息。今天咱们聊聊评论，聊聊昨天的5公里。今天不去大阪城了，带大家看看这边的城市街道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。哦，看见老哥了。去哪儿啊？今天去大阪城啊？我不去大阪城了，我在这儿我跑一圈就回去了，特别累。我在前面左转。昨天强度很啊，昨天强度很大。我看你昨天晚上那个太快了，15公里。但是还没到 PB。啊。4月份4日的时候。20分20。可以。所以昨天20ちょうど。真不错。我往那边了。明天再见。行，咱们先聊聊昨天的5公里。这一片街道也是我第一次来，每次都走大路。世川先生是有 Twitter 的，然后他会发他的训练的截图，有的时候。那昨天那个5公里，他是160多的心率，对他来说不能说完全的轻松，但是没什么挑战。我感觉就像我跑4分10左右的那种感觉。小伙伴们说对，比昨天那个成绩我要再快半分钟才能达到能够参加乡真的标准，还是很难的。昨天的情况就是我是知道4公里要有一个折返的，当时的心态就是这个折返完了肯定就会掉，因为几乎你那种180度的折返就是减到0了嘛，速度再也加不起来了，一下就落下之后就掉速了，掉了大概有8秒左右的样子。昨天最后石川先生平均配速正好3分22，特别厉害，特别稳。这真的不是就说就行的。第一你得稳，第二你还能做到，而且跑得多了你就会发现，你一听这个配速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。3分22，昨天他们一说我就觉得好难呀。那位跟下来的先生他5公里特别强，但是他还没有跑过全程马拉松，说是今年要跑。田中先生那现在跑了2公里多，觉得有点跑步的感觉了，就调整一下身体。大家也是，如果就是强度特别大的训练比赛之后，第2天最好不要完全不动，动一动可能挺好的。这鸽子完全不怕人。咱们聊聊评论啊。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是关注心率呢，还是关注配速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刚开始跑步之前，看小猫，建议就是您来一个全面的心脑系统的体检，然后确定没问题，您再开始跑步。跑步这事儿我是这么看，就算是强度再低的慢跑，也是不适合有心脑系统的这种疾病的人去做的运动，确实是。
如果您完全健康呢，我觉得看看配速就行了，因为你想快，也不是说你就可以完全不顾心率，想多快有多快，不现实，对吧？也都看了我昨天的5公里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跑完，你肯定对心脏压力大，这个是肯定的，但是你不至于说把自己就跑坏了，因为让你连续这么干，就像你今天让我再像昨天那么干，我也干不动啊，对吧？先看看配速自己能跑多快，然后呢，如果觉得自己心肺系统实在不行，特难受，就看看弄一个心率监控的设备，看看自己心率是多少就行了。一开始都不会低的，我那时候每天通勤的5公里，夏天的时候都是180，但是那时候年轻啊，也没事儿。但是还是激进不要冒进，自己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好。跑了3个月，已经可以跑10公里了，145斤。是继续140心率以下的慢跑，还是多跑跑变速？我觉得对初跑者来说，心率140以下的慢跑，我个人认为太慢了。我觉得在145左右的强度可能会进步得更快一点。我跑到今年才开始跑这种心率在140以下的慢跑，当然可能我的理解是不对的，这个您自己评估。但是对于您现在的情况，如果想把成绩提高的效率比较高的话，可以跑一跑就我所说的速度耐力，对您的强度的速度耐力，就是你想办法跑快一点。变速跑现在我感觉对初跑者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因为绝对速度其实大家都就是你不能跟常年训练的人比，但是绝对速度大家冲刺都不会差太多，就没有太明显的区分。但是呢，能连续这个速度，或者连续一个比较快的速度跑2公里或者3公里，这个就需要训练基础。你现在呢，就是想想每次假设您的训练是5公里，怎么能跑得快一点？比方说从第2公里开始，你试试把速度提起来，然后看看能坚持多长时间。当然了，这也可以说算是一种变相的变速跑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叫中之岛吧，这个岛上了。这岛上的建筑都挺有意思，有美术馆，有给小朋友的图书馆。下一个，一周，周1、周2、周4、周5都是健身房力量，周3、周6跑步，周日登山。说跑步的时候心率高怎么办？您后边也说了，就是您也感觉这个跑量少，确实是这个跑量想要普通人，就咱们普通人想把心肺训练成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是很有难度的。因为心肺系统的训练是一个持续的事儿，就是要坚持。比方说，您持续每天都跑，或者说每2天休息1天，每3天休息1天，甚至有的小伙伴每周休息1天，这样你的心肺系统持续的一个刺激才能有质变。您别说1周就跑2天，就像比方现在如果我停跑1周，我的心肺系统马上就下来，但是我可以很快的把它拉回去。所以您周3跑完，周4、周5没有做心肺系统的有氧的训练，到周6您就觉得周3跟没跑一样。当然我看您这么规律的健身房训练，可能您的追求不在这儿。不过您可以试试考虑改变一下训练节奏，可以多增加1次跑步，
可能会有好转吧。下一个啊，还有2个月比赛。今年这一年都是慢跑，每个月200公里左右。怎么准备？那我觉得您应该在未来这2个月多增加一些速度感的训练，多增加一些变速、间歇。当然不要受伤，因为您好久没跑了。强度先从低到高，因为速度训练虽然第2天会比较累，但是它的持续的疲劳感不如总做长距离训练的，所以好恢复。就找速度感，想有一个质的提升有难度了，就是跑的时候别有劲使不出就好。下一个啊，每次跑5公里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快了。后边是增加距离呢，还是继续提速？就是这我说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就对了。就是您单次训练在5公里，很多初跑者一开始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总想想能不能更快，能不能更快。找到这种感觉以后呢，你就可以试试增加一些距离了。可以先增加到8公里，因为增加到10公里，坦白讲，对很多人来说不现实。差不多，我在这样绕一圈，我就掉头往回了。看，这个叫香雪美术馆，没有来过，不知道是哪方面的美术馆，是综合的还是什么？看着里边挺气派的样子。很多小伙伴们聊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心率呀，或者是比赛的策略呀，或者是训练的目标，这些其实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就像现在你看我对马拉松成绩或者半程马拉松成绩的追求，它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之所以有焦虑或者是慌张，就是因为感觉还没有水到渠成，就水还没完全到，自己还得再继续再努力。就像昨天的5公里，我是没有想到能跑到那个成绩的，完全没有。而且坦白讲，那个成绩对我来说太极限了，不是我每次都能复刻的。但是如果我训练年限再多一点，强度再大一点，那我就不会觉得昨天我要想跑那个成绩是昨天那种感觉，对吧？比赛也一样，包括心率也一样。其实您应该心里也明白，不可能心率想低就低，想高就高，练得多了自然心率就低了。您的问题就是希望知道怎么样能最快效率的让自己的心肺系统变好。就像我刚才跟那位小伙伴说的，我觉得就是增加一些频次，稍微增加一点强度就会好，就会好得更快。等您跑到需要科学训练的时候，所谓像我今年开始努力的该快快该慢慢的时候，你也就不会有这些困扰了，水到就渠成了，真的，加油干加油干。哎，9月28号星期四清晨6点40，晨跑结束，就不说训练结束了，今天就跑了7公里多，平均配速5分31，心率130，就是放松肌肉，让肌肉尽快的恢复。为什么劝大家强度课之后，或者就是强度比赛之后训练之后做一做这种训练呢？第2天就是你跑了3公里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身体放松了。你刚起跑的时候，所有的那种不适感，或者说你早上起来刚起床以后觉得的那种疲劳感就会下降很多。
然后包括就是你的心肺也一样，像我今天刚开始起跑的时候，呼吸、心跳都觉得特别疲惫，甚至是有那种就是犯懒不想动那种感觉。那调动起来以后呢，等你的心率慢慢的上来，你的呼吸慢慢的进入节奏，你就觉得放松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今天休息一下，明天呢调整一天，休息一天，后天去跑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可能会影响一点儿。我的评估可能是5%，但是不大了。就像一开始说的，像这几天我的感受就是，突然我想明白，就是你对比赛就看眼前这一场，您眼前这一场尽力，或者说每一场轮到你要比赛的时候就尽力去跑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努力的状态，一个没有遗憾的状态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感觉也是挺好的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聊昨天的那场训练赛，再次感叹一下世川先生的配速带得太稳了。他其实不怎么看表，最后就整整的3分22的平均配速。你不可能过程中永远是一直的3分22，但是真的太稳了。这就是长年累月的训练找到的那种感觉。我老说感觉，真的不是说我照这一本教科书或者照这一个方法去训练能够练成的，就是马拉松这种长距离项目就是感觉，就是跑得多了以后那种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先聊聊，然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休息，后天呢，我们努力拍摄一下我的这场半马，因为那个公园还是很适合拍摄的，2.8公里一圈，就绕圈跑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咱们回头再见，加油干！